火箭一脸杀气，抢四的比赛已经连输2局，绝境之下他却脑洞大开，一杆带脚，斯诺克惊艳全场。这充满攻击性的防守，也就只有火箭想得到。非常凑巧的是，2球落点和当年的世纪扎杆位置相同，不知道能否唤起二哥炫技的冲动。很可惜没能如愿，不是扎杆风险大，而是一库解球更有性价比。虽然成功解到篮球，但是篮球直接一个大漏。不过母球基本贴库，想要叫位粉球也没有那么容易。母球直接起飞，火箭拼得太凶了，难度超大的跳赛都打出来了，看看粉球能否到位。漂亮死了，手摆位也不过如此。但是谁能想到，伴随全场的掌声，火老师又送上另一个惊喜。制胜的粉球晃带而出，火箭直勾勾地盯着粉球。你是上天派来玩我的吧？这要再输1局，玩笑就开得太大了。就是这么神奇，歪打正着形成一杆斯诺克，比赛越来越有意思了。没有问题，母球粉球上下分，先稳稳防守一杆，看看力度如何。虽然回弹的力度稍大，但也算是一个安全球。按照火箭的脾气，这个打带防是一定要拼一下的。很可惜，粉球就差了一点。好在火箭有意控制了力度，二哥并没有直接进攻的机会。要转入防守大战，二哥无论技术还是年龄都不占优势，但是凭借对斯诺克的真爱，年近6旬仍然顽强作战。好球，防的可谓是滴水不漏。但是从火箭的表情来看，他要准备搞事情了。0比2落后还敢这么玩钓鱼，火箭这是要把二哥骨子里的进攻欲望彻底激活，这心理战术算是被他玩得明明白白。怀特看着粉球直咽口水，瞌睡碰到枕头的诱惑，沈可忍，输绝对不能忍。太刺激了，虽然粉球没能拼进，但是幸亏老天的眷顾，2球的落点也形成了反作。虽然解球难度不大，但却意外收获防守主动权。这是什么鬼？2库居然没有勾到，现在粉球停在袋口。二哥的幸福来得太突然了，火老师此时已经万念俱灰。但是事情真的会这么顺利吗？老怀特这一杆有点收下粉球，居然让母球跑回上半区，这是对自己的准度不自信，害怕打不进而丢球吗？比赛也从争1局变成了争最后1球，紧张刺激的刺刀拼杀，看看最后鹿死谁手。经典的2边分，虽然会留下翻袋的机会，但是机会和风险并存，是被对手绝杀，还是让对手自杀，就看火箭表现如何。太疯狂了，这场比赛看来注定要载入史册，一个接一个的名场面，看得太过瘾了。火箭彻底燃烧了二哥的胜负欲，这么大角度的黑球，抬手就往洞里干，还有幸运女神的加持，火老师愣是没有占到一点便宜。彻底上头了，明知打不进黑球会留在袋口，但是进攻的气势不能输。现在牛奶已经送到家门口，二哥也没有拒绝的道理。3比0领先火箭，但是很奇怪，二哥脸上并没有那么开心。火箭这是彻底疯了，这样的局面想打147，第一个难题就是这杆远台叫黑。太硬了，霸气的准度配上丝毫的4比，这是2015年世锦赛首局，才第1局就感觉火箭想要吃人，对手直接看懵了，这是什么仇什么怨？
导播更是非常懂事，仅仅一套红黑下赌，就迫不及待给出147提示。这一年满分杆奖金25000英镑，加上1万英镑的单杆最高奖，大概火箭又缺钱了，搬砖才会如此积极。想要冲击147，台面至少有这4个难点，看看火箭能带来怎么样的惊喜。16, 70. 发力的4蹬简直帅到没朋友，母球做到毫米级的控制，真的太细腻了。看火箭打球，丝毫感觉不到任何难度。6颗彩球有3颗不在点位，而且还有1颗长台红球需要下来叫黑。这样的球型除了火箭，谁还敢有147的想法33. 意外来了，给自己做了一个后斯诺，手架特别不舒服。而这一局对手架的考验这才刚刚开始，顶开了被粉球牵制的红球，但是效果不太理想，手架依然不舒服，而且还给自己增加了1颗酷边球。看到火箭露出这个专属表情，他要开始兴奋了。真的太稳了，虽然有大角度和后斯诺2个障碍，但是火箭轻松的就像日常吃菜。不过难题还没有结束，还要接受来自准度的考验。48. Couldn't do much with the cue ball, hampered as he was, just had to use the natural angle. 太夸张了吧！不仅红球精准打进，母球几乎擦着2颗红球而过，这让别人还怎么玩？休息区的斯泰德曼一脸郁闷，这才第1局，火力就这么凶猛，今天怕是要被打成筛子。如此想要冲击147的火箭，还真不多见。只能说现场观众这票价买的太值了。57. Welcome to the big time. 64. 65. 低杆一库继续处理红球铜带，又是一个高手架。这一局真的是基本功大考验。简单的红球还剩最后2颗，本局最燃最炸裂的部分也即将上演。Just asking the referee how much is it for the maximum. Really, we'll find out how much it's going to max. Oh, put 4 in that. 81. It's unbelievable. Apparently it's £20,000. 红球留出了最舒服的角度，也为下一杆打黑 K 红奠定了基础。 88. 几乎都是手摆位，而且火箭还特意走过来确定线路。如此认真严谨的火箭，兄弟们不多见吧？意外又来了，这杆应该是想要 K 下面这颗红球中带，现在就麻烦了。不管选择哪颗红球，想要去叫黑球都是难度不小。但是火箭就像什么也没发生，趴下就准备出杆，真离谱！意外撞到咖啡球之后，母球还能下来链接黑球，你说他不是这么设计的，我都不信。现场观众直接炸锅，只留下斯泰德曼一个人独自凌乱。好球，顺利把红球带出来，但是这个球运实在也够差了，2颗红球进球难度都不小，而且还要绕台下来叫黑，这一局是真的太不容易了。火箭还能化腐朽为神奇吗？很可惜，红球晃带而出，虽然没有完成147，但这13套红黑已经让现场观众看得如痴如醉。
这绝对是只有火箭才敢去想的奇葩走位。母球不仅要通过咖啡球的界力，而且还要2次精准避开黄球。更让人疯狂的是，世锦赛首轮的第一局，他居然直接想用147开张。漂亮，一个坚决的长台斯登直接叫飞。要知道这完全不带防守的意思，只要一旦失误，那就是直接给对手喂狗。The way the Reds are. Sometimes you'd allow. 才一套红黑下赌，导播就急不可耐地给出147提示。要知道此时球形并不明朗，虽然红球看起来比较分散，但其实全都互相牵制，而且最上方这颗还需要绕台教练。赛事组绝对给到火箭200%的无条件信任，因为只有眼前这个男人，谁都不知道他的极限在哪里。16. 这是2015年世锦赛首轮。看着开局就火力全开的火箭，老油条斯泰德曼满脸问号，心想咱也没有杀父之仇，怎么杆杆都往心窝上走？其实最终原因也很好理解，因为自从2010年世台联取消满分杆奖金，火箭也彻底失去打147的追求。虽然今年的满分杆只有3万英镑的奖励，但面对肯做出让步的世台联，火箭当然要象征性的表示肯定。32. 33. 球形已经越来越难，而这一杆母球的落点就更难受。进攻右侧抵带红球，不仅要面对一个后斯诺考验，而且势必就会把这颗红球贴苦。这样下去，局面就会越来越难。我们看下火箭是怎么拆解难题的。One and an all black assault. 现在不仅多了一颗半贴库红球，而且粉球形成的后斯诺比上一杆更影响使用杆法。也就是说，火箭下一杆不仅要保证高精确的准度，而且只能用力度来控制母球落位去衔接红球，想想都觉得不可思议。Oh, what a good shot that is. 绝了！精准打进黑球的同时，利用红球借停再一次简化局面。也许其他球员都是在计算如何赢下比赛，但是火箭的脑子里永远是想着如何清台。不过现在难题还没结束，还要继续强行纠错。Use the natural angle. 彻底杀疯了！不仅极限准度抬手就有，而且母球几乎擦着红球而过，这细腻到厘米级的控球，关键是他还打得如此轻松。台球在火箭手中真的变成了一门艺术。 It's not affecting the position. 6. And of course, one in the ball, Ken. 57. Put a bit. This is welcome to the crucible, isn't it? Welcome to the big time. 64. 65. 打进黑球完成超分，现在台面至少还有3颗难度红球，即便是打到现在，这都完全不像147球形。也不知道火老师的脑回路是怎么运转，开局就敢直奔满分杆而来。 So the frame safe. 10 red. This is 10 black. 真细腻，利用粉球借停，依然是红球手摆位。现在147成败的关键，就看接下来的 K 球效果如何。不过也正是因为 K 球存在无法预估的变数，同时大大增加了斯诺克的观赏性。 81. It's unbelievable. Apparently, it's £20,000 for a maximum break, Ronnie. Is that enough? 20. 88. I've seen it. Oh, he's having a conversation with the referee. 差之毫厘的偏差，没能 K 到最下方的红球。不过好在最上方的这颗还能衔接，但是需要借助咖啡球的2次撞击，并且精准的避开黄球，又是一杆视觉拉满的极限表演。 Back on the black. 这就是火箭，但凡脑子能想到，手上就总有办法实现。这个台球为他而生的美，真的一直在带给我们极致的视觉盛宴。 And I'm sure Craig's enjoying this. 很可惜，运气确实有点太烂了。这杆虽然成功带出了库边红球，但是现在2颗都不好进攻，更不要说还要继续衔接黑球。看看真的还有奇迹出现吗？ 17th century of the tournament.
随着现场的集体惊呼，虽然很遗憾的只完成了13场比赛，但这样让人大饱眼福的表演，绝对已经值回票价。